好，今天是9·3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北京这边的状态，因为他们有盛大的阅兵仪式。好，首先我们就看到了 AP 哦，其实他在9·3阅兵直播上头的观看次数达到了22万。好，那 BBC News 的中国大陆9·3阅兵的直播观看次数也达到了31万哦，所以可见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阅兵的典礼跟仪式。好，那我们就带大家来赶快看一下哦，这阅兵的分列式开始哦，空中护旗队是组成了80字样哦，它这个80字样这个飞越了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哦。那另外他们的9·3阅兵压轴是解放军空军歼16、歼20、歼35同框编队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画面上哦，有这个歼击空中的梯队。那另外还有是空警600的舰载预警机哦，号称航母编队的千里眼，作为航母大脑也是首次的公开。好，那这是它的空中编队。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超高声速的这个导弹方队哦，这有鹰击21、东风17，还有东风26D。好，鹰击21是超高音速反舰导弹哦，是中国最神秘跟最致命的导弹。那被认为哦是解放军海军打击航母等大型舰的一个杀手舰。好，所有的这个军力武士啊都要大秀肌肉嘛。那我们还要再看到，另外是东风61，这次讨论度也很高哦。这个来看看它首次亮相哦。9·3阅兵的3位一体哦，战略核力量是集体的登场，所以很多人说是不是剑指美国的西太平洋？好，你可以看到这是东风5C哦，那也包含了有其他的这个东风61，也是被大家哦非常的关注。那甚至哦还有这个巨浪3，那是核导弹的第2方队，含东风5C、巨浪3、东风61、东风31BJ 等洲际这个飞弹都有亮相。好，那这是首次的集中展示共军海陆空3位一体战略的核力量，也凸显了共军战略威慑力量的一个庞大。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这9·3的阅兵的受阅武器哦，中国大陆官媒也有说法，他说是充分体现了解放军适应战争形态的演变。他说现在的武器哦，他们是具备了信息化、智能化程度都比较高，充分的展现我们这个适应科技发展还有战争形态的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一个强大能力。好，那除了9·3阅兵，大家关注在武器啊，还有他们的新型的武器发展之外，大家也很关注习近平他跟其他领导人的这个状况。好，看起来他非常的重视俄罗斯跟北韩哦。习近平呢跟中外的贵宾，我们看到这画面哦，是走在这个往天安门城楼哦。那普京走在习近平的右侧，金正恩走在习近平的左侧，3人率领出席了外国领袖走上了天安门的城楼，对，然后看到这个画面哦，是他跟他的夫人在跟大家握手。好，那当然普星专车在中国也换上了这个车牌，那这车牌里有2个8哦，有人认为说在中国象征财富嘛，所以也是蛮接地气的。那这象征中俄未来的合作共同发展吗？很多网友是这样讨论的。好，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因为现在9·3阅兵嘛，所以很多的巨头都集合了。那金正恩呢？好，金正恩也首次出现了多边会议哦，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说，是不是一个新威权的轴心已经形成了？这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大陆研究教授布朗，他认为说这是中国实力进步力量的一次有力的展现，因为在阅兵的同时，也在释放个讯号，就是别惹我们，我们拥有这些装备，而且是认真的。好，那9·3峰会马上就是9·3阅兵哦，那中国为首的反联盟已经走向了新时代吗？这是 BBC 分析哦，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反美联盟力量的一个外交大派对。那这次北京的9·3阅兵，我们刚刚也看到了4巨头其实有首度同台，也就是挑战西方的意味非常的明显。那包含哪4巨头呢？中国、俄罗斯、北韩跟伊朗。好，那被华府战略家认为这是动荡轴心的联盟已然成型。那这前 CIA 的分析师则认为说，如果你是美国盟友，看到这画面，又对美国是否可靠抱持着怀疑，就会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分裂画面。那看到的是普
亲跟金正恩也将会谈吗？克宫说这个出席北京阅兵仪式之后，俄朝可能会双边的接触。那无惧印尼全国的抗议延烧，我们发现印尼的总统他改变心意了，他竟然也参加了北京的93阅兵。好，我们当然在93阅兵的这部分很多武器的展现，但是观众朋友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就先来问将军。那93阅兵中共扩大来举办，我认为它是刚好走在战略拐点上面。因为我们看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现在很大量使用的 AI 智能化、无人化，像它地面就过去的就包括了无人机。那这无人机的话，将来可能就是战场的主角，不管是对海或对地打击，还有察打一体，无人机将来都非常管用，因为它的这个留空时间久，航程远。那这个无人机具有这个特色。那一般有人机的话，它会受油量的限制，它就没有。还有我们人员都会有一些作战的风险，但是无人机它是被装备的消耗，所以我们看将来无人机智能化从人工化走向智能化，我认为这一次80周年的大阅兵，我认为战略拐点到了，而且中国大陆以前的时候讲到绝不当头，16自决绝不当头，但是现在已经走出来，就是要分庭抗礼，把所有的重要的核打击的还有常被打击的，通通都做展示。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他很重视网状化作战跟系统化作战。你看，他现在包含空警500，包含空警600都出来了，包含运油20的空中加油机，就是远程打击的。将来针对的这个对方或者他的潜在的敌对的这些势力国家，他进行的是对他的空中以及或者对他的空中加油机实施打击。它就有这一方面，不是纯粹对它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做打击，它变成全面性的打击。而且这个网状化、智能化作战将来会广泛的用，也包含它的低轨卫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现在的搭配的形式这样子。那第三个，我们讲逆中化，它的无人机无侦系列的降龙系列逆中化了。那这一次呢，包含歼20、包含歼35也逆中化，变成双逆中战机都出来。那换句话说，它可以针对任务的性质、战场的需要来选配它的逆中战机来使用。这是对海打击呢，还是对地打击？它来做灵活上的调度。然后这个歼35也可以作为这个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所以也可以从陆地上起飞，也可以在舰载机上做弹射起飞。它这一方面运用的弹性变大了，这也是它的这一次93大阅兵做战力展示的一个特色。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核打击。那核打击呢，它东风5跟东风6的系列，你看它的这个拖车分3节，因为有弹头导引段，有推升段。因为它是像东风5的话，它重量是180公吨，如果把这个推进燃料加满是180公吨，就推上去，它都是复式，大概可以挂10个弹头吧，10个核弹头装上去，于是然后要重返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分导出去，这10颗原子弹、核子弹同时丢出去，它变成重磅打击，而且它是全域，它可以打到15000公里。如果是东风6的话，它还具有高超音速，它甚至可以达到30倍音速了。那这样的话，一般来讲呢，地面上的反弹系统要对它实施拦截，困难度非常非常高。那它的核打击的穿透力以及它任务的达成率会提高。那这次展示的东风5跟东风6是这样，因为东风6的资料相对的较少，但是它带的这个核弹头的数量会相对的更多，就一直打，然后大概可以达到2万公里吧，变成全域打击，可以到地球的任何一端都可以做核打击。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的93扩大阅兵，然后也让这些重要的国家的元首也来参加。换句话说，他把这个国际的舞台跟军事上相结合，由军事的展现，透过这些国际级的领袖，然后发送出去，让世界其他的国家来看看中国大陆的这武力上的展现，以及它军力上的逐渐的壮盛，它刚好利用这些时机来做一个很好的搭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哦。但是新闻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东风61这个首亮相其实蛮多人关注的，但我们好奇，哇，这个感觉又比之前曾经讲到的更要往前一步，对不对？
就是比10年前还要更往前一大步啊！因为这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东风41嘛，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很多的震撼了。因为东风41大家都知道，它的超高音速可以到20到25马赫，而且呢，它本身的机动化，也就是说它可以景射的，然后它也可以是机动射击的，也就是可以装在铁轨上啊，就由火车来拉，也可以是轮型车辆，它可以躲在森林里面，然后它本身要发射的时候，只要篮球场啊1、2个篮球场这么大，它就可以把它的导弹竖起来，然后来攻击。所以它的作战的速度是很快。大家当时只注意到东风41，可是没想到东风5C出来了，而且东风61都出来了，这个就让大家网友就炸锅了。为什么？因为东风5C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这些这个核武攻击，它最主要是完成了我们所谓的3位一体。我想很多研究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的学生或是学者都知道，核打击一定要具备有3位一体，它才能够形成有效的核吓阻。一旦形成有效的核吓阻，就是说你打我，我也一定有能力反击，这个就叫做相互保证毁灭。一旦能够相互保证毁灭，你就会让对方的核大国不敢对你使用核武器，因为你有2级、3级的反击能力，所以你能够把它完全摧毁。那现在大陆所具备的就是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完全完成了，从空射型的，也就是装在轰6K， 然后到地面的，就是您刚刚介绍的，不管是41或者是5C，或者是东风61，那都是属于地面的。还有海上的，就是巨浪，装在核动力潜舰，由潜水艇里面直接发射出去。那您刚刚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东风5C？大家为什么会关注它呢？大家会说它是不是比它落后啊？因为它是用液态燃料的，液态燃料您知道要填注进去要花时间，可是它的优点是在于稳定度非常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第三个就是它本身的载弹量很大，所以它的分弹头过去是3到5个分弹头，它现在可以到10个分弹头，而且它分3节的时候，它从地上发射出去进入太空，从太空把它的液化的这个燃料抛掉以后，它开始进入另外一种飞行姿态，它还可以改变它的飞行姿态，到最后到末端的时候，它开始俯冲进来，它的速度可以到将近30马赫，那速度快到川普想搭建的精穷系统根本无用武之地。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解放军在这一次的武力展示，他在告诉全世界，过去解放军是你给我什么武器我就打什么，现在是我想要打什么我就做出什么来，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要打什么就有什么，这代表大陆的科技的进步。好，这也当然代表是他主控权的这个展示。好，介大使。其实这次大阅兵不只是我们两岸非常关切亚洲、中国大陆周边国家关切，西方国家关切度是达到顶峰因为我从这个阅兵开始到今天，你就看这个西方的媒体那报道的这个成篇连篇累牍的不过刚刚这些讯息里面选择的这几篇讯息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欧洲人都讲这个新的联盟不管你叫是什么联盟它都是反美联盟，它避掉另外一个字眼叫反西方联盟。西方人尤其欧洲很多国家都会说这是我们西方，可是这个时候他讲这是反美，这就是西方，也就是他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这是威胁，他是对你，不是对我。所以英国人都讲，甚至德国的媒体都是反美。你这边引的美国的东西资料太少了美国最近我一直看 CNN， 还有美国自由派媒体，你知道他们认为是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他甚至没有用反美联盟，他用什么？他认为是反川普联盟。更缩小在一个人身上。对，因为美国现在是高度分裂的。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因为川普的内政作为，今天要警告那个，明天那个抓这个的那就变成现在美国国内就一直在，尤其 CNN 为首的就说，
中国大陆这一些啊，还有这个普丁来讲，他们都是反川普的。今天他们联合在一起，是因为川普的政策造成的，他没有用美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国际事务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到细节哈，这个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川普很有趣，我刚刚还在查他出搜学有没有写文章，果然写了一篇。对，他写这篇很短啊。他说 "Big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他希望习近平主席回答一个大问题。他说，有没有在你们纪念这一场抗战胜利的时候，有没有感谢美国？为什么？他说啊，这场战争中哈，美国很多美国人为了保障中国的自由，从什么手里？从一个 very unfriendly foreign invader， 讲的就是日本，非常不友善的一个外国侵略者，手里面，你们追寻你们自由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也牺牲他们的生命在中国的领土上。当然你要感谢。对，他说你有没有感谢？事实上的话，习近平请了很多这些抗战帮助中国的那些家属后代都去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有。可是另外一个后面有一段呢，时间到了，我想将来有机会再讲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川普对于习近平阅兵这件事情哦，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也就是 X 上面发文哦。好，他就不对，他是真实社群上面发文哦。好，不好意思，我澄清一下。然后他说，请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跟北韩国家的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他最热烈的问候，但是他用了一个字哦，他说在你们密谋对付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好，看起来哦，他虽然是谢谢习近平哦，对他做一个问候，但是他对于金正恩还有普京哦，还是用了密谋这两个字。好，但我们也看到这个部分，川普其实他有被媒体进行访问，我们赶快看一下。China's having a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that President Putin and Kim Jong-un will be attending. Do you interpret that as a challenge to the US? And are you concerned at all about those countries trying to be some sort of counterweight? Not at all. China needs us, and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s you know. But China needs u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them. No, I don't see that at all, no. 好，川普一样相当有自信哦。那其实之前在接受了这个节目专访的时候，他有特别讲到说自己对中俄结盟不太担忧哦。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永远不会用军武对付美国。相信我，那是他们做过最糟糕的事情。好，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这个太平洋军的司令就说，美国其实并未停滞不前哦。对于中国大陆今天展示的新的武器，将持续的寻找方法来提升自身的能力，所以还是必须要忌惮嘛，因为毕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但问题是，现在看到美国跟印度之间大家还是很好奇，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了？好，美国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这个真是遗憾呐，毫无道理。我不知道莫迪在想什么，我们希望他能明白，他需要的是和我们欧洲还有乌克兰站在一起，而不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那确实也看到说，俄国跟这个印度之间的亲密互动嘛，所以川普就在用关税指责印度哦。他说，你们现在提出这关税降为0，但已经很晚了啦吼。好，那川普发表上述言论的时机正值莫迪在中国大陆参加上合峰会哦，而且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所以我们不是看到吗？这个印度电讯报就说，这个拥抱笑容，同乘一辆车哦，说川普这个普京跟莫迪向美国跟欧洲发出了清晰的信号哦，迫使印度弱化对俄国关系的企图是不会成功的。好，不过我们也看到莫迪访中其实也触怒了川普哦，所以接下来这个印美的贸易恐怕是一个灾难哦。那我们看到印度的商务部长戈尔雅尔则说，印美双方将继续协商，以达成贸易的协议，将持续的跟美方对话。好，那川普现在是不是也在委内瑞拉找
面子呢？我们看到他美军打击委内瑞拉的这个运毒船哦，那川普曝光了这个快艇击中的瞬间。好，那这个举动哦，成为了华府跟委内瑞拉左翼政府关系恶化的一个最新引爆点哦，所以双方的摩擦已经到了一个军事层级的地步。那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说有11名的恐怖分子当场被击毙哦。那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这个举动是要对任何企图将毒品带进美国的人要发出警告。那另外是杜马洛，他有谴责美国嘛？好，他说这瞄准的委内瑞拉是赤裸裸的一个挑衅的行为。那以及这个委内瑞拉总统也直接秀出了中国大陆的华为手机哦。那他在记者会上面是谴责美国政府用军事手段来对付他们，然后他说又拿出了一部中国大陆的手机，就是华为，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手机啦，美国老也窃听不了。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Un Huawei, mira, el mejor teléfono del mundo, el Huawei, y no te lo pueden intervenir los gringos, ni los aviones espías, ni los satélites. 好，我们首先就问介大使。当然，川普他受到很大压力啊，对啊，所以我刚刚说就是说，西方媒体天天都就这93阅兵做了好多的这个报道了，还有包括在之前的上合组织会议哈，那西方媒体不只是美国啊，欧洲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都成篇累牍的在报道，所以我们就是说93阅兵可能不是一个区域的事件，是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有甚至说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的一个拐点啊。所以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当然，川普被当面问这个问题啊，他的答案其实，这个题目是说线性的啊。那他应该被问说，那你会不会主动跟中国大陆开战？对，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啦。那不过这个现在华府的氛围，你知道，就川普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蛮困难的。刚刚就变成自由派媒体说，这都是你川普惹的。对，现在这个尤其普丁到了这个北京哈，参加阅兵啊，这个从世界权力的结构来讲，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次权力的组合的重新的改组。本来可能是分开的，3个权力分开的，现在看起来2个权力结在一起。美国站在一个独立的位置啊，这个就我们学国际政治来讲的话，这是很大的改变啊。尤其美国这么多国际政治专家，不可能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感觉啦。不过，川普是一个政治语言回答，那这个事情会造成国际什么样的一个秩序的改变，我想也会非常清楚。不过回过头来讲，这个莫迪这次上合组织会议其实开了很多问题，可是最整个全世界媒体最喜欢报道的一个画面，就是莫迪进入会场的时候，在晚宴的时候。他跟普丁2个是手牵手，对，而且呢还是十指紧扣，这个而且呢有说有笑，这个是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那另外呢，再接下来他们2个人一起站到习近平主席的面前，然后呢透过媒体谈得非常投机，谈得气氛非常高昂，这也是前2天国际媒体最多出来一个镜头，而且有传言说为什么大家笑得那么高兴，这是传言因为听说莫迪说那个人打了4次电话给我，我都没有接他，那是恶意的，所以大家在里面笑得那么高兴那所以就变成印度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印度坚持是他国家主权我愿意买谁的原油是我的主权啊？为什么美国你可以买俄罗斯的这个钛金属，你可以买俄罗斯的这些东西，印度不能买这个买那个，所以他坚持是个原则。那看起来印度是不会退了，所以美国说为时已晚，可能我怕这个莫迪心里想说你也为时已晚了。好，我们接着问赖老师。我们当然在抗战时间要感谢美国因为像飞虎队。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他就到中国来帮忙而且他们都是自愿役的，很多都是退休的退役的这些飞行员，他们自己愿意重新再组织这个队伍，然后到中国来帮忙
这个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这个我们当然要感谢。等到欧战结束以后，美国把力量移回到这个亚太战区跟日本人作战，那他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应该要感谢嘛。这个我想这个当然对我们有帮助的，内心里面都要感恩我想我们不会忘记美国帮助过我们的这段历史。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川普他本身会不会懊恼他？其实中国已经有暗示，就是欢迎你来参加9·3。其实当时的大家都感觉川普好像也有意愿最后这个没有成型。我想川普一定很懊恼，因为你想，如果川普能够这次参加9·3阅兵的话，他可以在这么一个平台里面在北京，就在大家在附近，他可以跟习近平见到面，可以跟普丁见到面，可以跟金正恩见到面，搞不好为了川普，这个莫迪也临时改变行程，也到这个9·3来参加阅兵，莫迪也都见到面了。你想想看，这么多人，然后印尼的总统也来了，也都可以见到面，这么多人都见到面，大家都愉快那所以中国的这个主席当然就可以以这个东道主的身份宴请大家坐在一个小桌，就干脆开起会来了大家有什么问题一次解决。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情了，但是错掉了这个时机，那么这么多的领导人要在这么一个平台要见面，恐怕就很难了。那未来川普能不能按照他自己如愿，说在年底能够到北京或是能够在这个 APEC 的会议中，例如说10月能不能在 APEC 的会议的场边跟习近平能见到面，我想这个对川普来讲，他也在极力争取。中美本来就没有必要交恶嘛，也没有必要交战嘛，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当初抗战的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欧洲战场就是德国、意大利、纳粹法西斯主义。我想这个大家的敌人都很清楚了。有关于纳瓦罗，他是已经到崩溃的边缘了，因为他本来认为印度应该会向美国跪趴，结果怎么印度没有，而却去拥抱俄罗斯。我想这个纳瓦罗气到，你看他讲那个话，很明显的就已经到语无伦次的一个地步了，有4分寸啦，纳瓦罗不好啦，这样子你就太极端了，人家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跪？好，我们接着问将军。那在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美国的政策是先欧后亚，先结束欧战，然后再来结束这个对日的作战。所以美国最后在8月6号，1945年的8月6号跟8月8号用了2颗原子弹结束。这也是人类唯一用原子弹在战场，就用在日本。所以来看的话，这个日本它是同时对中华民国还有美国为敌。我们看到，尤其是整个这个8年抗战的后4年，那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用的 P4洞，还有 P51，后来的 P38这个驱逐机就是那时候罗先讲的战斗机，也都是买美国的。美国也帮我们这个训练飞行员，所以才有中华民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后来还有飞虎队，还有中美空军混合团，还有美国第14航空队，都来帮助我们去打日本人，到才能够获得空权。有空权，后来整个地面作战就开始反攻。这个换句话说，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帮助是蛮大。当然，美国牺牲也很惨重。整个太平洋战争，美国牺牲大兵20万人，所以美国跟中华民国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那后来在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了。所以我认为，美国也好，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国军都有相当大的贡献，牺牲也非常的惨重，才能够赢得最后的台澎重归中华民国的怀抱。我认为这段历史是非常正确，大家都知道。我认为也值得珍惜。那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川普来看这一次的中国大陆的9·3大阅兵，他可能会吃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美国是一呼百诺，美国那个影响力，那是整个的是这个是一言九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群雄并起，然后又有中国大陆跟他分庭抗礼，而且中国大陆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美国让位了，那换句话说，美国国力就慢慢衰退了，这是个趋势。那美国要去调整它的产业结构跟它的经济结构。无论美国的这个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所以不是关税的问题，
你看它的国债已经到达37兆美元，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解决美国国债那么重、那么沉重，然后拿关税战又没办法，因为一有关税战，结果美国的这些他的朋友都怨声载道，包含欧盟、包含加拿大，甚至我们包含印度，都对美国的关税都怨声载道。那美国怎么交朋友？所以美国的影响力已经式微了。那是我认为是从经济问题开始，同样的经济也会影响到它的国防军事。那国防军事要靠经济力的金钱财务来支撑，那美国现在也穷了，所以美国现在这个军舰的这种制造的速度，还有战机制造速度都慢了，都降下来。我们平常买的66架的 F-16V， 到现在为止台湾还没拿到一架，在美国交接了一架而已啊，象征性。本来是今年2020要交完的，到现在为止只在美国交一架。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纽西兰大使。yes， 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yes。一伦好，大家好。好，刚刚被这个驻纽西兰是驻纽西兰大使。好，那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的是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要先看到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93军人节。好，那我们赖总统在上午的时候也主持了忠烈祠的秋祭。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要唱国歌嘛，大家又看到他的嘴巴。好，因为每一年看到这个唱国歌都会特别关注我们赖总统的嘴型好，看到有微微的这个嘴唇微动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韩国瑜、李鸿钧这个嘴型明显，这个胸膛起伏，全力齐唱。那卓荣泰则是在因为这个摄影的角度没有办法看见全部的样态。好，但是网友则认为说，怎么能让我们的赖总统开金口呢？好，那也有人说，你身为一个总统唱国歌是很可耻的吗？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赖总统的这个民调嘛，看似比较有危机，所以对于这个国歌也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这个表示要有点意思。好，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年算是抗战80周年总统只讲了终战，没有提抗日那这件事情很多在野党不满好，那这是10分钟在这个前一天的致辞上面，仅一次提到了今年是2次大战终战80周年，并没有提及8年抗战的这个历史。好，那前退辅会的副主委李文忠他则是认为说，赖总统谈到太平洋战争，却对中国战区抗战只字不提，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此举是不妥当的。好，如果您对史实跟史观是了解的话，会知道说为什么大家对于他只讲中战，没有提抗日的事情是有一点点很多人不满意的状态。好，那我们也看到赖总统后来就在脸书发文，他说团结必胜，侵略必败。他深知和平无价，但我们要的和平是透过实力达到的真和平。但网友也是揶揄说，这底下的留言嘛，好，他说莱尔校长连敬礼都不会，那有人说通通给我立正站好。那我们也看到民进党中央这边对于对岸中共的93大阅兵他则是认为说，现在看起来中共跟俄罗斯不约而同的都举办大阅兵，这是核心轴心和邪恶轴心的嘉年华，是穷兵黩武，对世界和平带来了严重威胁。好，如果您把它是想成是别的国家，你对他们的阅兵为什么要这么的可恨呢？好，那这样就很奇怪嘛，你又觉得他是别的国家，但你又要去批评别人好，那因为是93军人节，所以我们也想到了说，本来不是说要帮军人加薪吗？但是我们的北辰大将军他现在就说是佣兵。好，现在又有网友的二创影片，我们再来看看。弟兄姐妹，大家辛苦了，国家以你们为荣，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但是加薪依然没有不是之前说了就会有，不是不是这样的北辰，你说对吧？对的，总统，为了钱来当军人的人，那不叫志愿役，那叫佣兵。这种人留在部队里面，这是蛀虫这是害死部队团结的蛀虫滚！
好，所以不只有莱尔校长，还有沈鸿雄，现在连北辰大将军也有多重宇宙现身啦。好，那刚刚看到的这个是网友的哭手二创影片哦，但确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93哦，雄赳赳气扬扬的阅兵啊，那我们台湾的93呢，来看一下莱尔校长这个网络上的梗图哦，说要给我打折啦，说什么去下一家招待热饮啊，台湾中油为国军加油，好，持军人证的话，现场这个商品打85折。好，那这个部分哦，确实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这里的93哦比较生活化，但问题是于北辰大将军呢，大家就说了，如果你现在不想要的话，就把退休俸拿回去啊，你凭什么说人家拿这个想加薪是佣兵呢？所以网络上讨论很高哦，说于北辰有脸讲这种话吗？是一个升阶后2年就退伍的将军哦，谈到薪水应该低调才对，竟然敢公开这样呛现在的军人。那他说，2013年从上校升少将，2015年说自己生病要退休，升上去再退伍。好，那终身俸从上校的版本变成少将版本，他就是从国家多赚到很多钱的人，怎么敢呛年轻的军人哦？确实有一些不平之鸣哦，在为军人发声。好，但我们现在看到是讲到军事就会看到是两岸关系还有美国的关系，但美台哦一直说是坚若磐石。但是台积电呢，现在被美国政府这个彭博报道说撤销了对台积电在中国厂房的输送许可，而且说会冲击到台积电在中国的成熟制程晶片的制造。好，那这样还是坚若磐石吗？甚至关税的问题哦，现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中小企业哦。政府虽然不回复，但是我们看到现实的状况，彰化县水五金协会已经证实出现了做四休三，这还是自由时报报道了，说的今年中秋连假跟双十连假只隔了3天，有工人有工厂已经在讨论说要不要直接放1个星期哦，所以业界目前的想法就是撑过10月再说。真的很辛苦这个中小企业面对这个关税，政府到底要怎么帮忙？我们想知道更多的状况啊。好，那郑丽君呢？之前不是去美国谈这个关税吗？现在网络上有影片，好，这影片是说什么赖清德痛骂郑丽君说是 AI 影片嘛，说什么指责郑丽君把这么多东西都送出去之后，才谈个20%回来，还是叠加的，是不是从来没去菜市场买菜讲价过啊？好，那很明显嘛，其实这就是 AI 影片因为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好，那民进党也是大动作说，这明显是利用 AI 生成的假影片，谴责恶劣的造假，已经向相关单位来进行检举。好，但不是这个民进党澄清之后，大家才知道这影片对不对？本来都可能还不知道，原来是这个党澄清之后才发现大家。好，那我们也看到，这过去网传蔡英文跟这个赖清德不是有大打出手吗？当时总统府也大力的驳斥假讯息以报案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整个93的军人节反而让赖总统有点尴尬。谢大使。不是很尴尬，我看他非常为难不过你既然你今天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这个职位你就要带头你要张开嘴大声唱。你这样做的话是做一个非常坏的示范。那如果真的不想唱，你就不要去嘛。这种场合你都可以不要去你叫你的副手去就跟我们那个监察院院长好久都没看到的，都是他副院长出席对，你不想去就不要去嘛。你请个假嘛，对，那这个萧美琴还比较，她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她还知道她的法定身份是什么，不是随她个人的意志在那边想怎么做怎么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既然这么为难这么痛苦的话，你就不要去。然后呢，你既然对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不能认同的话，那你有权利你就换一个国家嘛，对不对？你又不敢做。对，弄得这个心理上那么纠结，把整个台湾的社会也搞得怎么样？大家不晓得自己国家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很这个打那个，那个骂这个的，最后看你站什么立场。他一开始不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台湾也可以，叫台湾也可以。一个国家搞成，它不是分裂它是分解分成3个了。那你自己说实话，你不是说叫中华民国也可以吗？叫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国歌你应该放胆大声唱
那你显然你讲说啊，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你是什么？你是虚的嘛？你是虚的嘛？这个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瓦解，最容易是从头开始。头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就已经瓦解分裂了。你还准备打仗，不是笑话吗？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国家认同，自己的定位搞不清楚。对，你这样不唱中华民国国歌的话，那我们效忠中华民国的话，不会认同你的。我们认同是中华民国。那另外一个它叫中战，这个你个人你认为日本是你的祖国的话，那是你个人的选择。可你今天是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没有中战，中华民国叫抗战胜利，因为我们是胜利，我们是因为打败了敌人，所以我们取得胜利，没有用中战，中战全世界只有日本这个国家在用。那你今天你用日本的这个观念、日本的名词的话，你是效忠日本吗？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台湾整个社会要深思。我们不能够这个随便的无所谓啊，这个事情事关关系甚为重要。对，我们今天到底是日本的附属还是我们的中华民国，要搞清楚。如果说搞不清楚的话，那要这个人这边用中战的人要出来讲清楚，你为什么用中战，不用抗战胜利。好，其实面对抗战的部分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对于这个史实的定义跟定位，其实是不可能会避免、不能避免的部分。不能避免就要面对嘛，而且要勇于面对，要认真的面对历史。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身为三军统帅，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一个三军统帅在军人节跑到忠烈祠去，然后却不肯开口唱国歌，那不肯开口，你是觉得丢人吗？这个台湾的民众是没办法接受的。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躺在忠烈祠的这些英灵，他们是为国家奉献牺牲，把他的宝贵生命献出去的这些英灵，他面对他躺在那个地方，他看着你，结果你连国歌都不肯唱，那你想如果他们在世，他们怎么想？他的这个宝贵的生命，为了这个国家所牺牲、所奉献，就是为了要打败日本人嘛，为了要解救整个中华民族嘛。然后结果你却不肯唱。如果你真的不认为你是中国人，你是日本人，你应该回去日本去选你的议员嘛，而不是在台湾当一个这种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台湾的政治领袖，这不对的嘛。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而清楚的道理，他连这个都不懂。在台湾也不办抗战胜利纪念日，那当然大陆办的时候，很多人就宁可去大陆嘛，因为你不办嘛，你应该要办的，可是你不办，那你凭什么阻止别人去？另外，我觉得民进党更有趣了。如果你对于阅兵你有这么多的意见的话，那你应该先谴责法国。法国每一年都会办大阅兵，在香榭丽舍大道都会办大阅兵，你就先把法国骂为说你是邪恶的轴心国。接着不要忘了，川普也办了一个大阅兵哦，他办了一个陆军大阅兵，哩哩啦啦了。大家看的，我觉得连川普自己都觉得，这个阅兵实在是很丢脸，而且花那么多钱。那问题就在于，那你也应该要骂美国川普，你是邪恶的轴心国。原来法国、中国、俄罗斯还有美国这4个国家都是在一起的邪恶的轴心国。如果按照你民进党的逻辑来讲，他们都是邪恶的轴心国，而他们都办了大阅兵，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更可笑的一件事情。那俞北辰，坦白说，我们真的是不是很想评论他，是因为他实在是已经到荒腔走板的一个地步了。他让很多军校的，尤其是陆军官校，你看我讲这4个字，我要特别加重语气，陆军官校，还有中正预校这2个学校的学生，很多他们的校友都觉得很没面子。我碰到很多的学弟或是很多的学长是来自于这2个学校的那当然中正预校都是学弟了因为他们第1届就是我带的嘛那很明显的中预期是第1届，可是陆军预校那就是不一定咯。好，
那问题就在于，他们都觉得讲到俞北辰，他们就是说怎么会有这种校友，怎么会有这种学长或者这种学弟，他们觉得很丢脸。那因此，如果再把俞北辰拿来嘲笑，我想民进党也越来越丢脸了，因为民进党怎么会选出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那民进党的脸也都丢光了，然后绿营的人也都脸都丢光了，然后现在陆军官校的脸也丢光了，中正预校的脸也丢光了，他们都觉得怎么会出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校友？南宋北宋搞不清楚，东汉西汉搞不清楚，然后历史也搞不清楚，然后数学也搞不清楚。哦，原来这一位陆军的将军，他是3枚的导弹可以到210%的拦截成功率，这不简单呢。陆军呢，爱国者的导弹在他手中是210%的成功拦截率。哎，陆军官校当初谁教他数学的？中正预校的老师们站出来，谁教他数学？怎么教成这个样子呢？好，老师可能要说没有，我教的很正常哦，是这个北辰将军要打屁股哦。好，将军，我认为这个赖清德犯了历史的重大错误，因为今天是93军人节，那93军人节我们想到抗战8年，今天日本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投降，在中国战区，这很清楚了。日本8月15号就投降了，你知道签受降书。这是1945年，民国34年的事情，这是国军的光荣哎。我说赖清德当中华民国总统，干嘛不说呢？为什么不办个这个庆祝或者是纪念活动扩大？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逢5逢10，尤其是逢10，在70周年的时候，马英九当总统有扩大阅兵，有扩大来纪念跟庆祝。那现在80周年了，拱手让人，我们国军官兵弟兄死了321万6千多人牺牲。终于抗战胜利，台澎光复了，因为这个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慎重。我们跟美国同一条阵线，美国太平洋战争，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民国30年12月8号的事情。结果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跟我们同盟啊，我们的飞虎队、中华民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还有美国第14航空队都在我们的管辖下，帮我们一起打日本人。后来抗战终于胜利了，美国死了20多万个将士在太平洋战争，所以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是一体的。你看，那现在我们有那么多光荣的岁月，我们就避而不谈了，拱手让人。中国大陆原来那个时候是1分抗日，2分应付，7分壮大，所以整个抗战完毕啊，这个国军赢了抗战，但是输了内战，因为打了8年，这个兵困马乏就打不下去了，是这个样。但是在历史来看，这是光荣的时刻，为什么拱手让人？那个日本在台湾统治了50年，屠杀台湾同胞63万人啊，为什么我们不提呢？我们不追究呢？这些都是历史的点点滴滴耶。我们牺牲了台湾尤其原住民那么多的抗暴，包含南投的雾社事件，还花莲太鲁阁事件，还有我们的抗日三猛啊，李柯铁虎、简大师。还有林少猫，这些都是为了台湾的尊严，这门揭竿起义抗日哎，所以两岸都是抗日的。那今天我们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却没有庆祝，我们赖清德在这边犯了重大的历史的错误。好，不少人认为是自己把话语权拱手让人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